你从5000多年中华文明走来，你从500多年社会主义走来，你浸润东方的智慧，你弘耀真理的光辉。何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？你们的相遇，写下最美的答案。大家这边请，我们来拜访一位数字人孔子。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你怎么和我长得一样，还学我说话？我是您在元宇宙世界的数字人分身，我不仅跟您长得一模一样，还学习了您的全部思想。全部思想？是的，还不止于此呢。在您身后这2000多年，很多人对您的思想进行了诠释和发展，我都学习掌握了。那我问你，早上的太阳大如车盖，中午的太阳热似炭汤，到底是早上的太阳离我们近，还是中午的太阳离我们近呢？没想到这个问题困扰了你2000多年。告诉你吧，大多数的时候，太阳在早上和中午跟我们距离都差不多。您觉得有大小，是参照物不同而已。那你如何去评价今天的中国？我相信将创造更繁荣的文化，更灿烂的文明。这个话题我们可以好好深入地聊一聊。马克思先生，请。各位好，二位先生好。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，那就是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，建设文化强国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。这句话很好理解，但是从实践层面要怎么做？今天呢，我们就特别想就这个问题向2位先生一起来讨教探讨。我所处的时代，鲁国是当时文化繁荣的诸侯国之一。我们完整地保留了周乐，保存有丰富的典籍。晋国的韩宣子看了后都说：“周礼尽在鲁矣。”却还不是综合实力最强的诸侯国。文化的完备也好，或者说相对来讲比较繁荣，和这个国力的强大还不完全是一回事。文化只是国家强大的其中的一部分。没错，我曾经说过，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、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。文化属于上层建筑，它对一定的经济基础起到反作用。文化非常重要，但文化决定论不符合我的学说的观点。是这样，其实文化它某种程度上它具有从属性。我们要振兴我们的中华文化，要建设文化强国，实际上是你的国运，是你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，要把文化给托起来。但是文化呢，又的确很重要，它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。习总书记就说过一句语重心长的话，他说，经济总量无论是世界第2还是世界第1，未必就能够巩固住我们的政权。经济发展了，但精神失落了，国家能够称为强大吗？老师，那什么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呢？党的18大以来，
我们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联系起来，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，铸就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，就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。大家知道中国式现代化有哪些特征呢？这个我知道，分别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。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同于西方文明的重要体现。关键是我们如何建设文化强国，如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呢？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，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。我们的任务是过河，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。实际上呢，习总书记不单指出了过河的任务，也解决了桥和船的问题。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，他用很长一段话列举了党的18大以来提出的关于文化建设的一系列新思想、新观点、新论断。党的20大首次把文化自信自强写入了党代会报告，更是提供了具体的行动指南。事实上，党的18大以来，我们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。这些年的不懈努力，文化传承发展呈现出新气象，开创了新局面。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已经迈出了坚实的步伐。下面呢，我们通过一个创意的短片来探究一二。我从山西最终醒来，生命的面纱此刻为你揭开，镜头面具藏起的威力，穿越了现在，跟着我节拍舞，沉睡千年的文物，时代都为我瞩目，变成了网红博物馆，年轻人打卡一夜爆火物，经历岁月的洗礼，在上流出生黄昏，是来自湖内的国宝，只是在上是要方砖，文化复兴的新途径，我四头八目看清楚，大地上的遗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保护。东方的文化底蕴传承到如今还在，文化的盛景绽放千年后的新时代，东方的文化底蕴传承到如今还在，文化的盛景绽放千年后的新时代。大家好，我是商代青铜亚丑月。这些年，我们目睹文物活了，文化遗产典籍里的文字活了。中国文化走向世界，24节气入选世界非遗，新时代的文化盛景风光无限。斯文在兹，斯文在兹。果然有一种恢宏的气象。中华民族具有100万年的人类史、1万年的文化史和5000多年的文明史。这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石，因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然离不开中华文明所具有的特性，那就是突出的连续性、创新性、统一性、包容性和和平性。比如说，我们谈到连续性的时候，大概中国历史在世界文明史上其实都很少见，它的历史是延续的，在这块土地上，这样的一群人使用着几乎是同样的文字，一直到今天。是这样，举个例子，中国的历史纪年叫以氏系年，从《左传》开始，鲁隐公元年，一直到现在，我们的历史记载1年都没有中断。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。那下面我们再来看创新性。3600多年以前，商汤在澡盆上刻下的“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”，一直是民族创新进步之魂。比方说，在技术创新方面，其实我们今天都会讲4大发明，讲那里边的印刷术。真正起了非常重要作用的是雕版印刷术，事实上也是人类文明史上
第一次信息爆炸。是的，它的这个文化传播的这种速度或者传播的量出现了几何级数的增加。对，雕版印刷就能够让书籍可以化身千亿。那我们下面给大家看点古代日常生活当中的黑科技。这个是战国时期的水晶杯。那这是战国时期的冰箱，它的名字叫冰鉴，把冰块储存在里面，用来降温。那这个呢是可能我们在课本里都学到的，这个叫做木雀，是鲁班发明的无人机。墨子《鲁问》里边说：“乘而飞之，3日不下。”这是东汉的计程车，当然不是出租车，它是用来计算里程的车，它的名字叫计里鼓车，就每行驶1里就会敲响一次车上的鼓。这个呢是5代10国时期的牙刷，这是宋朝外卖小哥用的箱子。中国古人的智慧非常了不起，现实财富的创造，在很大程度上跟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关系密切。我们中华民族的制度创新对整个世界文明的影响也是可圈可点。对，比如说西方学者特别津津乐道的科举制度，在科举之前是家族决定个人。但是科举开始以后，特别是从宋代以后，个人决定家族，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。谈到科举的时候，涉及到很多具体的制度创新。比如说，我们今天高考的时候会密封试卷，对吧？是的。宋代的这个试卷的封上之后，编上号，然后就交给抄书的人去用规范的统一的字体来抄，抄好的统一字体的才拿去给考官来阅卷，等到阅完了卷，确定了名次才拆卷。1000多年前啊，中国的科举制度，它给了每一个人希望，它把一个民族的这个创造力和民族的这个能量给激发出来了。它实际上也是保护社会公正。对，所以呢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，也要有守正不守旧、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，要有不惧新挑战、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。创新作为一种人类特有的活动，确证了人是有意识、富于智慧的高等生物。再说统一性，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，形成了多元一体、团结集中的统一性。我们在先秦时期其实就有一个梦想，叫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。到了公元前221年，秦始皇统一6国，这就让中国历史呈现出来和欧洲历史不一样的面貌，就是他们那边是多国并立的，是多国之间互相竞争的，但我们这边其实很早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。由此，世界应该理解中国保持国家统一的决心、意志与能力。同时，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需要民族团结，需要文化认同，因此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，必须筑牢团结的基石。还有包容性，我特别喜欢费孝通先生的一个比喻，就是中华文化其实都是一个大雪球，这个大雪球不断的滚啊滚啊，就是随着时间的长河它往前走。大雪球不管是从体量上还是从内容的丰富度上，其实都有新的东西进来，而这个新的东西进来之后并没有改变它的特质，内在的中华文化的那个核心的东西其实都一直还在。湖南呢有一个窗口，就是南岳衡山，在这里儒释道3教同居一山，同处一庙。世界上有些地区因为宗教冲突经常打得你死我活，而我们中国历史上没有宗教战争。
那么在这种对比之下，我们就看到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是特别突出的。因此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也必须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。最后说说和平性。老子他有一句话叫“兵者不祥之器”。我们这个民族在中国历史几千年，始终是把和平当做我们这个民族极重要的追求。就是我们中国人对于武力的认识，比如说家兵不祥，比如说止戈为武，武力最终是要制止战争。我们最终的目标其实是和平。老师好，我想请教一下，我们确实有核文化的传统，但是有些西方国家却只相信丛林法则。如果他们欺负我们，或者是说阻碍我们国家统一，那这个时候我们也要跟他们讲和吗？曾经也有人问过我，用恩德来报答怨恨怎么样？我的回答是：以德报怨，何以报德？那该怎么做呢？以直报怨，以德报德。夫子他是鲁国的大司后，如果翻译成今天，他是什么呢？相当于政法委书记。那么你管理司法的一个最高长官，当面临这些不公平的时候，必须让霸凌的人付出代价，受到惩罚，这个时候才能保护弱者，体现社会的公正。这就回到咱们说的那个和平性上，我们中华民族历来追求和平，但是当我们的民族尊严，当我们国家发展的权益，当我们人民的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，对不起，这个时候该用武力保护我们这个国家统一、民族尊严和人民权益的时候，毫不含糊，招之即来，战之能胜，这才是一个有智慧、有尊严的中华民族。那么，立足中华文化，我们该如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呢？首先，当然是要坚定文化自信。2017年，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中国的时候，我们习主席在哪里见他呢？是在太和殿。特朗普问：“这就是你们的历史没有中断？”习主席又回答：“对，这就是我们5000年没有中断的文化。”他还说了一句：“也是我们一样的人，我们的人也没有中断。”放眼全球，今天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可以有这种自信啊？人有3种：生而知之，学而知之，困而知之。我非生而知之者，好古，民以求之者也。中华5000多年文明，我们好古以求，这不就是一个取之不竭的宝库吗？夫子所言极是，有了这个宝库，才有对历史传承与创新的发展。我其实觉得我们今天已经出现了非常多好的例子。你比如说《千里江山图》，它变成了一个舞剧，只此青绿。我其实是看过的，而且我还有幸跟只此青绿的编导在一起聊过天儿。周导告诉我说，他看到演完了之后，有一个穿汉服的男孩子朝着台口很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礼才走。就是这种台上台下的互动。其实在台上我们看到的是一幅1000年以前宋朝的画，它活了，现代的创作者把它搬上了舞台，通过现代的方式在传播。就你看到是传承，你看到的就是那条文化的河流真的就一直流淌到了今天，而且是在我们的生活中。我有一个学生，这个学生在北大上了4年大学，4年春夏秋冬他都是穿汉服的，你丝毫没觉得他穿汉服是奇怪啊或怎么样。这个跟我年轻的时候我觉得就很不一样。在这个中间我们看到的其实就是中国人的这种文化自信。看得出来，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的结合，激活了中华文化的生命力。老师，什么是中华美学精神？中华美学精神是源自悠久厚重的中国传统文化，是中国精神、中国价值、中国气派在审美层面的体现。你看唐诗之大气，宋词之典雅，元明清小说之生命力，
再比如古人的诗词书画都讲求托物言志，寓理于情。正如清代画家达崇光所言：“虚实相生，无画处，皆成妙境。”最近大火的国风动画片《长安3万里》这个电影，我其实非常喜欢。它扑面而来的是地道的中华美学、中华气韵。比如说它的那个人物的形象，它所有的人都是上身长，下身短。它为什么上身长、下身短呢？其实就是唐代的壁画上，还有就是唐代的三才俑那里边那个人，他就是上身长、下身短，就体现出来那种上武的那种状态，很结实，踩在那儿很有力量的一种状态。再比如那里边有一个为数不多的女性形象玉真公主，那简直就是从三才俑里边走出来的。包括她戴的项链，那就是李小孩墓里边的那个项链，可是那个项链哪来的？那个项链是个舶来品，它是沿着丝绸之路过来的，所以那里边又有着大唐开放包容的那一面。再比如我觉得特别中国的一点，就是高适最后的人物走向，事了拂衣去，深藏身与名，这是中国的美的人物形象。就国家需要的时候，我是有深厚的家国情怀，等到功成之后，我可以不居，我可以就离开，我仍然是一介书生，两袖清风的带着我的书，带着我的诗就离开了。这是非常非常中国的一个设计。所以呢，习总书记强调文化建设要坚持守正创新，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真正做到古为今用，洋为中用，辩证趋势，推陈出新，实现传统和现代的有机衔接。事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。先生说的是，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。近年来文化领域可以说是新风徐来，比如央视推出的文化节目《国家宝藏典籍里的中国》，湖南卫视推出的文化纪录片《中国岳麓书院》，河南卫视推出的舞蹈《唐宫夜宴》、敦煌飞天等等，都是口碑和收视双丰收。建国大业、我和我的祖国、守岛人、长津湖等主旋律电影越来越火，10年票房翻了将近20倍。这很好啊！我的文化观就是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，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终极价值目标。我认为，真正的哲学是文化的活的灵魂，是自己时代、自己人民的产物。坚持为人民服务，为社会主义服务，坚持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，努力发展面向现代化、面向世界、面向未来的民族的、科学的、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。说到面向世界，早几年在网上流传过一个评价：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，而不是思想观念。我觉得这种现象在这几年有一个变化。大家看今年的暑期档，你会发现国产的电影在整个市场份额中占的比例非常高。2022年，美国游戏市场收入位居榜首第1的，就是来自于中国的游戏。网文出海遍及全球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，海外的用户约9亿。电视剧《山海情》在全球50多个国家播出，《人世间》被美国华特迪士尼公司预购海外的独家发行版权。湖南卫视的《中餐厅》开到了泰国、法国、意大利、匈牙利等国，并广受欢迎。所以我们早已经不是那个只能出口电视机的国家了。当然，我们不是为了输出价值观，而是致力于文明的交流和互鉴。同时，我们也要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，我们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，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，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，
文明共存、超越，文明优越。很多国家都把中国传播过去的文明成果印在了他们的纸币上。下面呢，我们来看一个短片。阿尔及利亚面额500蒂纳尔纸币，上面印着的阿尔及利亚第一颗通信卫星，是2017年在中国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发射升空的。巴基斯坦面额5卢比纸币，上面印着的瓜达尔港，是中巴经济走廊的支柱项目之一，也是由中国改造运营的。马拉维面额200克瓦查纸币，上面印着的国家议会大厦，也是由中国政府援助承建的。马达加斯加2万阿里亚里的纸币，上面印着杂交水稻，正是湖南援非的成果。德不孤，必有邻。终有一天，人类将成为真正的共同体。几天来，跟夫子开讲，我感受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，也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中国。100余年来，你们从文明蒙尘到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，可赞可叹啊！哈哈。这几天跟大家交流，我也体会到了。过去我强调述而不作，传承和延续了中国原点文化。今天第2个结合，让我们形成了新的文化生命体，亦是追求可久可大。还是要感谢马克思先生，您不远万里而来，才有了2个结合呀。谢谢2位先生引导我们对第2个结合的历史渊源、理论逻辑、形成过程、重大意义及实践要求进行了一次系统化的梳理，也让我们更加明白了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，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，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，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，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，也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：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魂脉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脉。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立党立国、兴党兴国之本不动摇，坚持植根本国、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停步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，未来可期呀！祝愿你们如期建成中国式现代化，创造人类文明的新形态。再次感谢2位先生，谢谢大家，再会。那时正当我大唐盛世，我伸张如此盛世，当为大鹏。长安3万里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呢，在大唐不夜城街区上有越来越多的游客朋友们来找我对诗。危楼高百尺，手可摘星辰。金樽清酒斗10千，一碗酒值万钱。停杯投箸不能食，花间4顾心茫然。行路难，行路难。多情多情安在。长风破浪会有时，昨晚欢喜相海。哇，太棒了！同时也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到属于我们中国的独特式的浪漫。